你们少林寺的人来多少我的奉陪，只要你能从我身上拿走一样东西，就算你赢。天下武功出少林，面对摔跤手哈赤尔的挑衅，堂堂少林弟子竟没有一人敢出手，唯有空明和尚挺身而出。哈赤尔张开双臂，根本不把眼前的老和尚放在眼里，却不知此战空明是有备而来。哈赤尔率先攻向空明，一心将其擒拿，却不想空明招法怪异，所使的也并非少林功夫。哈赤尔几番擒拿都被空明巧妙化解。哈赤尔顺势而起，双脚夹住了空明，可接下来的交手让他望而生畏。空明虽化解了哈赤尔的杀招，但还是没躲过这凌空一脚。你认输了吧？输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想不到空明大师技高一筹，先一步夺取了哈赤尔身上的一颗珠子。哈赤尔甘拜下风，转身离去。空明为了少林声誉冒死出手，方丈很感激，但他并不赞成空明使用旁门左道的功夫。两人对武功的看法截然不同。空明认为武功的最高境界是其百家所长，而方丈认为少林的功夫才是天下第一。经此一战，空明已是重伤在身。这时君宝来了，询问空明师叔打败哈赤尔用的是什么功夫，却不知师叔此时体内气血翻涌，苦苦支撑，只是不想让君宝为自己担心，可还是让君宝发现了。师叔，你吐血了。没事，淤血嘛，淤血吐出来就好了。空明被哈赤尔打得五脏受损，但为了少林的声誉，还是叮嘱君宝不要将他吐血的事传出去。君宝担心师叔，只能躲在暗处偷偷流泪，却不想师叔舍命维护少林，竟被寄生说是旁门妖术。君宝看不下去了，上前为师叔说话，无论使用什么武功，最终还是将哈赤尔打败了，这足以证明师叔的功力深厚。放肆，居然反过来教训我们！君宝彻底惹怒了寄生，你跟了师叔这么久，功夫一定大有进步。说着就要出手和君宝比试，君宝一再忍让，寄生竟亮出了单手。那我就用一只手。反应多慢，怎么能临阵对敌呢？见君宝不肯还手，寄生又是一巴掌将其打翻在地，还把君宝赶了出去，不准他再踏入罗汉堂半步。君宝不堪受辱，跑到了悬崖边。他本想就此了断余生，但他想起重伤在身的师叔，还有自己追求武学最高境界的心愿，他还是放弃了。可此事很快就传到了空明耳中，得罪了寄生，恐怕少林寺你待不下去了。你的意思是离开少林，自闯天下？师叔早就看出张君宝是个练武的奇才，不能让少林寺的清规戒律束缚了他的潜能，只有游历江湖，才能集百家所长，自成一派。君宝跪谢空明师叔的教导之恩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少林。来到山下，身无分文的君宝只能露宿街头。听说鹰爪堂的王师傅武功不凡，君宝当即起身前去讨教。可交上手，君宝才发现，原来这个王师傅只是个江湖骗子，所练的也都是花拳绣腿。君宝刚离开，就遇到了卖豆腐的常遇春。几番交谈，常遇春觉得君宝人生地不熟的很可怜，就好心收留君宝在豆腐店帮忙。这日，君宝帮常遇春给王府送豆腐时，听到了打斗声，便藏在暗处偷看。只见一个蒙面人身手不凡，仅凭听声辨位，在数人围攻之下不落下风。果然是个高手。原来这个人就是蒙古的小王爷霍都。这时，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发现了藏在暗处的君宝。这里是王爷府啊，可以随便走的。还有啊，你偷看我教武功，我要收你的钱。身无分文的君宝连连道歉，霍都也不计较，当即命人将君宝赶走。可君宝又躲到了暗处。原来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头才是高手，交手几个回合就将霍都制住。暗处的君宝将老头的招数熟记于心，回到豆腐店用石磨开始练习。从常遇春口中得知，这个瘦老头叫陶石林，和女儿彩衣在镇上相依为命。陶石林通晓百家武学，被霍都看中，不惜重金请回王府传授武功。通晓百家武学，君宝闻言开心不已，决心要拜陶石林为师。那君宝能够顺利地拜入陶石林的门下吗？